什么是易经？易经是什么？这句话很有意思，乍一看好像是相同的问题，但又可能得到不一样的答案。有些小朋友可能很好奇，为什么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你是关注订阅我频道的粉丝，我的粉丝是你，却不仅仅是你。还没有关注订阅我的小朋友们啊，赶紧一键3连，有助于你的理解和记忆。所以当别人问起我的粉丝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可以回答是你这样，张三这样，小明这样。收集的信息越多，那么就可以描绘得更清楚。用这个经典故事代表呢，就是盲人摸象。由于易经涉及的范围很宽广，习惯于从自己的角度来描绘易经的时候就习惯给它贴标签儿，比如科学、伪科学、哲学、玄学、迷信等等，它们都是易经的一个面向，但是易经却不仅仅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。易经起源于自然科学，包括物理、天文、化学、生物等等，这是一个很长的篇章。大家可以从伏羲初期对万物的观察过程开始来理解这个概念。然而易经的发展并没有止步于自然科学，伏羲从世间万物领悟到了更多的智慧，从而上升为了易经。这里面既有科学，也有狭义的哲学思想，更有实践检验方法。在庞然大物易经面前呢，我们就是一个盲人，从不同的角度接近易经，易经就呈现什么给我们。易经就是易经，如果一定要下一个定义的话，我们暂且类比易经为中国古代总哲学。大家理解的现代易经呢，有广义的，有狭义的。狭义的易经是四书五经中的易经，可以类比为理论思想派，它不属于科学。里边的注释和解读呢，儒家的味道比较浓一些，大多是为人处事的社会现象和规律。这个狭义的易经更倾向于文化伦理学和社会现象学这两个范畴，科学的味道少一些。那么广义的易经呢，不仅有理论思想，还包含了天文、星象、数学逻辑、社会现象等等这些科学的智慧，并且它的结果是具体的、可证伪的。比如中国的古星象学，24节气的农业历法到现在还在用。古代在朝廷都有专门的官职，比如司天监、大司农等等。这些古代天文星象还有历法的测绘成果呢，到现在依然适用，而且这些成果也并不是自古不变的，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的调整和迭代进化的。如果易经那时候不够科学，农业历法不准确，误了农时，造成当时的粮食危机和国家动荡，那这个负责人可是要被追究法律责任，甚至革职治罪的。人们为什么常常用标签去定义易经呢？其实标签背后呈现的是人们不同的生命状态。如果你不懂易经这一门学问，又不想去学习和了解，只是想把它变成装点门面的饭后谈资，那么易经就成了玄而又玄的玄学。如果你只相信科学，其他的都不信，那易经在你眼里就成了伪科学，那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你碰上了江湖骗子，说你有血光之灾，让你破财免灾，那个时候你因为无知和恐惧相信了，那易经就成了迷信。所以这些生命状态的呈现是表象，问题的背后是关于易经的种种文化乱象。这些文化乱象是怎么产生的呢？由于易经这个知识系统太过于庞大，大家只能从分支开始慢慢学习，再加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，映射到社会上呢，就产生了不同的标签。标签里边最为复杂的大概是迷信了。所谓的迷，就是失去辨别判断的能力。如果一个人在相信之前失去了或者放弃了使用辨别判断的能力，不带有怀疑的精神了，也不做研究与考证就相信了，那这个就是迷信。所谓术业有专攻
有些高精尖的专业领域，大多数人听不懂。可是过去的经验证明呢，这些东西又是有用的。那你听还是不听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值得相信的事物，通常是具有开放性的。面对外界对它的夸赞和反对，都能坦然地面对和接受。这样的事物可以经受自我完善，从而达到对万物有更深层次的理解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。举个例子，我说我的频道干货满满，值得你一键3连加投币。你想都没想，一键3连加投币，我当然会觉得很开心了。你是一个迷信的小朋友，但是你很幸运迷上了我。但是如果你质疑了，这个家伙真的干货满满吗？你看完我每一个视频，发现真的干货满满，于是一键3连给每一个视频都投币了。那我为你感到开心，因为你是一个把判断力运用得很好的小朋友。好，上面呢跟大家开个小玩笑啊。现在回到易经这个领域，你是门外汉，也不愿意质疑，那就是迷。你迷糊着信了，也就是迷信。不只是易经，迷信科学，迷信反伪科学，迷信权威，迷信资本的力量等等，这些都是迷信。迷信的对象不同，但本质上呢区别不大。于是又有小朋友说，那就选择不信好了呀。那问题又来了，不信也不意味着你就正确，那只是对于易经的无知状态，把五官长在别人头上，引用别人的经验或结果。如果你不想处于无知的状态呀，就先从摸象开始，象鼻子，象牙，象耳朵，象腿，直到摸完整只大象，这样你才可以把民族文化基因的源头搞清楚，把五官长在自己头上，看见自己所看见的，听见自己所听见的，说自己想说的。什么是易经？易经是什么？我请你自己伸手摸。